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来聊聊圣经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。每次读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：上帝啊，您是不是有点偏心啊？明明雅各这个人从小就爱耍小聪明，甚至骗走了哥哥的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，可为什么您却把那么重要的应许给了他？反观哥哥以扫，虽然是长子，看起来也没犯什么大错，怎么就慢慢离神越来越远了呢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？雅各他到底比以扫强在哪儿呢？别急，咱们这就翻开创世纪，一起把这个谜团揭开。故事要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起。以撒40岁那年，娶了巴旦亚兰的利百加。他们结婚后，利百加一直怀不上孩子，以撒就为他向上帝祷告。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利百加果然怀孕了。可这一怀孕，利百加就发现不对劲了。肚子里的两个孩子总是在打架，搞得他又困惑又不安。于是他去求问上帝，上帝告诉你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大的那个将来要服侍小的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两个孩子一个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另一个会成为以东人的祖先，而且哥哥真的要服侍弟弟。分娩那天，利百加生下了一对双胞胎。先出来的是哥哥，全身红扑扑的，毛发旺盛，像穿了件皮衣。家人给他取名叫以扫。紧接着弟弟也出生了。他出生时，小手紧紧抓住哥哥的脚后跟，所以家人给他取名叫雅各，意思就是抓住。利百加生下他们的时候，以撒已经60岁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性格也越来越不同。以扫喜欢打猎，常年在野外奔跑。雅各却是个宅男，喜欢待在家里。以撒因为爱吃野味，就特别偏爱以扫，而利百加呢，则更疼爱小儿子雅各。在圣经里，雅各的名字常常和欺骗诡计联系在一起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印证了这一点。有一天，雅各在家里煮红豆汤，以扫打猎回来，又累又饿，一看到那红汤就两眼放光，急忙说：快给我点那红汤喝，我快饿死了。因为这事，以扫后来也得了以东这个称呼，在希伯来语里就是红色的意思。雅各听到以扫的请求，却没有立刻给他汤，反而提出了条件：你先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，我才给你汤喝。以扫当时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满不在乎地说：我都快饿死了，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用？可雅各不放心，坚持要以扫发誓。最后以扫真的发了誓，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，雅各这才给了他面包和红豆汤。就这样，以扫因为一时的饥饿，轻轻松松就放弃了自己宝贵的长子名分。要知道，作为长子，他本可以得到父亲双倍的遗产，可他呢，却用这宝贵的身份换了一碗汤。但雅各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打住，他后来还夺走了本该属于以扫的父亲以撒的祝福。那时以撒已经老迈，眼睛都快看不清了。有一天，他把大儿子以扫叫到身边，说：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世，你现在拿上弓箭，去野外为我打些猎物回来，做成我爱吃的美味食物，等我吃了，好在死前为你祝福。巧的是，利百加正好听到了以撒和以扫的对话。等到以扫拿着器具出去打猎后，利百加赶紧对小儿子雅各说：你听着，我刚才听到你父亲对你哥哥说，让他去打猎做美味，好在临死前祝福他。现在我儿，你听我的，照我吩咐的去做。你去羊群里牵2只肥美的小山羊来，我用这山羊为你父亲做他爱吃的美味。你把食物拿去给父亲吃，让他给你赐福，而不是给以扫。雅各听了母亲的话，心里有些犹豫。他说：可哥哥以扫全身都是毛，我的皮肤是光滑的，万一父亲摸我的时候发现我是假装的，到时候不但得不到祝福，反而会招来诅咒，那可怎么办？利百加却坚定地说：我儿，你不用怕，如果真有诅咒，那诅咒就由我来承担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快去把羊牵来。雅各听从了母亲，牵了2只肥山羊回来。利百加按照以扫喜欢的口味，用山羊做了美味的食物。接着利百加又找出以扫平时穿的好衣服给雅各穿上，还用山羊皮把雅各光滑的手和脖子都包起来，让他摸起来像以扫一样毛茸茸的。最后利百加把做好的美味食物和面包交给雅各，让他去见以撒，假装自己是以扫。雅各拿着食物来到以撒的房间，
轻声喊了声父亲。以撒听到声音问，我儿你是谁啊？雅各故意压低声音，模仿以扫的语气说，父亲，我是您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经照您吩咐的做了，打了猎物回来，还做成了美味，请您坐起来，吃一些好给我赐福。以撒听了心里有些疑惑，问，我儿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猎物，还做好了食物呢？雅各早想好了说辞，回答说是耶和华您的神赐给我好运，让我很快就找到了。以撒还是不放心，又对雅各说，我儿你过来让我摸摸你，好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以扫。雅各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以撒，让他摸自己。以撒摸了摸雅各的手和脖子，心里更疑惑了。他说这声音明明是雅各的声音，可这手却像以扫的手，原来因为雅各的手上裹了山羊皮，摸起来和以扫多毛的手臂一模一样，所以以撒没有认出他来，就准备给雅各赐福了。为了彻底确认，以撒又问了一遍，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吗？雅各咬着牙回答，是我，父亲，我就是以扫。以撒这才放下心来，说，我儿把你做的野味拿给我吃，等我吃了就给你赐福。雅各连忙把食物递给以撒，看着他吃了，之后又给以撒端了酒让以扫喝了。等以撒吃饱喝足，就对雅各说，我儿你过来亲我一下。雅各走上前亲了亲以撒，以撒闻到雅各身上穿着的以扫衣服上的香气，就正式给雅各赐福，说，我儿身上的香气就像耶和华所赐福的田野的香气一样。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沃，愿你五谷丰登，新酒满溢，愿列国都服侍你，万民都向你下拜。你要成为你弟兄的主人，你母亲的儿子们都要向你下拜。凡是咒诅你的，必受咒诅；凡是赐福你的，必蒙赐福。后来以扫打猎回来，也做好了美味食物拿来给以撒吃，想让以撒给自己赐福。可当以扫知道自己已经把祝福给了雅各后，就告诉了以扫实情。以扫听了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对雅各恨之入骨，甚至心生杀意，下定决心要杀死自己的弟弟雅各。雅各知道以扫要杀自己，非常害怕，为了躲避以扫的报复，他不得不离开家，逃往母亲利百加的故乡巴旦亚兰。而在逃亡的路上，雅各经历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大事，他做了一个异象梦，在梦里，雅各看见有天使在一架通往天上的梯子上上下下。这个梦让雅各真切地感受到，神一直与他同在，没有丢弃他。雅各一路奔波，终于来到了东方人的土地，靠近哈兰这个地方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田野里有一口井，井旁边停着3群羊，这些羊群都是靠这口井里的水活命的。井口盖着一块很大的石头，牧人们说要等所有的羊群都聚集到井边后，他们才会一起把石头挪开，给羊打水喝。等羊喝完水，再把石头放回井口，盖住井口。雅各走过去问那些牧人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牧人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从哈兰来的。雅各又接着问，你们认识一个叫拉班的人吗？他是拿鹤的孙子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孙子。牧人们连忙说，我们认识他。雅各又问，那他现在还好吗？牧人们回答，他很好，你看，他的女儿拉结正带着羊群过来。就在雅各和牧人们说话的时候，拉结真的带着他父亲拉班的羊群走了过来。雅各一看见拉结，也就是他母亲利百加的哥哥拉班的女儿，还有拉班的羊群，就立刻走上前去，独自把井口那块大石头挪开，给拉班的羊群打了水喝。雅各亲吻了拉结，因为激动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雅各对拉结说，我是你父亲的亲戚，是利百加的儿子，也就是你的表哥呀。拉结听了又惊又喜，立刻跑回家把雅各来了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拉班。拉班一听说自己妹妹利百加的儿子雅各来了，马上就跑出去迎接雅各，紧紧地拥抱他，亲吻他，然后把雅各带到自己家里。雅各在拉班家坐下后，就把自己一路上的经历，还有为什么会逃到哈兰的事都告诉了拉班。拉班听了感慨地说，你真是我的骨肉啊。就这样，雅各在拉班家住了下来，一住就是1个月。1个月后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是我的亲戚，总不能让你白白为我工作吧，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作为报酬。拉班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叫利亚，小女儿就是雅刚才见到的拉结。
利亚的眼睛长得不好看，没什么神采，而拉结却身材美丽，容貌出众。雅各一见到拉结就深深爱上了她，所以雅各就对拉班说，我愿意为你工作7年之后，我愿意为你工作7年之后，你把你的小女儿拉结嫁给我，作为我这7年工作的报酬，好不好？拉班听了连忙说，我宁愿把拉结嫁给你，也不愿嫁给别人，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。就这样，雅各为了娶拉结，开始为拉班工作，因为他太爱拉结了，所以这7年的时间在他看来，就像只过了几天一样快。7年的时间终于到了，雅各就对拉班说，我为你工作的时间已经满了，你该把你的女儿拉结嫁给我，让我和她成婚了。拉班听了就召集了当地的人，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宴，看起来是要兑现承诺了。可到了晚上，拉班却偷偷把大女儿利亚带到了雅各的房间，让雅各和利亚成了婚，还把自己的婢女西帕给了利亚，让她做利亚的侍女。第二天早上，雅各醒来后，一看见身边的人是利亚而不是拉结，气得不行，他立刻去找拉班，愤怒地对他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不是为了娶拉结才为你工作了7年吗？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这样对我？拉班却一点也不觉得理亏，反而对雅各说，在我们这里向来没有小女儿比大女儿先出嫁的规矩，这样吧，你先和利亚完成婚礼的7天仪式，等这7天过了，我就把拉结也嫁给你，不过你要再为我工作7年作为娶拉结的报酬。雅各虽然生气，但他实在太爱拉结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答应了拉班的条件。等利亚的婚礼1周结束后，拉班果然把拉结嫁给了雅各，还把自己的另一个婢女毗拉给了拉结，让她做拉结的侍女。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，所以之后又心甘情愿地为拉班工作了7年。这样算下来，雅各一共为拉班工作了20年。在这20年里，靠着神的庇佑，再加上雅各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他慢慢从拉班的羊群中分得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财产，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财富。可随着雅各的财富越来越多，拉班对雅各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，脸色总是冷冰冰的，甚至开始提防雅各。后来神亲自对雅各说，让他回到自己父亲以撒所在的土地去。这就意味着雅各必须面对那个曾经因为他欺骗而愤怒，甚至想要杀死他的哥哥以扫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以扫的怒火到底有没有平息呢？雅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极其害怕。为了能让以扫原谅自己，雅各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准备了一场贿赂，先派人把这些礼物送到亚伯河对岸，送给以扫，想先安抚一下以扫的情绪，然后自己带着他把2个妻子、2个使女还有11个儿子，准备过河去见以扫。那时候的雅各虽然已经拥有了丰富的财富，可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恐惧和无助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次回去会不会被以扫杀死。可正是在这个最脆弱、最绝望的时刻，雅各遇见了一位陌生人，也正是这次相遇，彻底改变了雅各的一生。那天夜里，雅各先让自己的2个妻子、2个使女和11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。等所有人都过了河之后，雅各自己却没有过河，而是独自一人留在了河这边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人走了过来，主动要和雅各摔跤。2个人就这样一直摔，从夜里一直摔到天快亮的时候。其实雅各的一生都在和人争斗，他出生的时候就和哥哥以扫在母亲的肚子里争斗，后来又和以扫争夺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，再后来又和岳父拉班发生冲突。可这一次，在要和以扫会面之前，雅各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争斗。那个曾经紧紧抓住哥哥脚后跟，一心想争赢别人的雅各，此刻正紧紧抓住这位陌生人不肯放手。那个和雅各摔跤的人看到自己没办法轻易战胜雅各，就伸出手摸了一下雅各的胯骨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雅各的胯骨脱臼了，他一下子就没了力气。这时候天快要亮了，那个人就对雅各说，天快亮了，你让我走吧。可雅各却紧紧抓住他，不肯放他走，说，你不赐福给我，我就绝对不让你走。那个人就问雅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回答说，我叫雅各。那个人听了就对雅各说，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既与神较力，又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听了心里又激动又疑惑，就问那个人，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？
那个人却回答说，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？说完，那个人就给雅各赐了福。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雅各因为胯骨脱臼，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都不吃连着胯骨的筋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大家需要知道，此时的雅各已经79岁了。79岁的老人身体早已不如年轻时强壮，所以他不太可能在体力上对那位陌生人构成威胁。你可能会疑惑，那人无法打败雅各，难道是说雅各的体力比那人强吗？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大家想想，那人后来轻轻一摸，就使雅各的胯骨脱臼了，这就说明那人在身体上完全有能力打败雅各。所以这场摔跤的真正意义更多是在属灵层面，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身体层面。那人之所以无法打败雅各，是因为在属灵层面上，雅各不愿意屈服，他一直顽强地坚持着，直到神给了他明确的保证才放手。这恰恰表明雅各愿意顺服神对他的要求。这一刻，雅各的坚韧成了他最大的优势，他就是不肯放弃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神最终以给雅各改名字的方式赐福给他，这对雅各来说意义太深远了，因为雅各这个名字一直和他抓夺诡计的性格紧紧连在一起。这场摔跤不只是身体上的搏斗，更像是雅各和神之间一次深层的属灵对话，也是雅各生命转变的开始。当雅各接受以色列这个新名字时，就意味着他接受了自己性格的改变。这个名字的改变不只是他和神关系的转折点，更标志着他内在灵性的彻底重塑。通过这次经历，雅各从一个只靠自己智慧、耍小聪明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愿意依靠神的人。大家还记得吗？雅各的坚韧以前就帮过他，他追求拉结时愿意为拉班工作7年，后来又因为爱拉结再工作7年，而现在这份坚韧又在他与神的争斗中帮他获胜。但这并不是说神向雅各屈服了，而是因为雅各最终顺服了神的意志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思考，雅各曾要求知道那人的名字，这可能是雅各最后一次想掌控局面。他习惯了靠自己的方式抓住一切，但那人却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，这进一步显明了神的主权。雅各必须放下对局势的完全控制，学会接受神的旨意和计划。那这位陌生人到底是谁呢？在整个故事里，叙述者一开始称他为人，但到了故事结尾，我们能清楚知道他就是神的化身。那人虽然伤了雅各的胯骨，可雅各还是不肯放手，非要得到神的赐福才肯罢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雅各也渐渐明白，自己摔跤的对象不是普通人，而是神。这场斗争发生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皮努伊勒，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神的面。雅各自己也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却得以保全。这个名字就像一个象征，见证了雅各在与神面对面的搏斗中得到了全新的启示和宝贵的祝福。从雅各与神摔跤的经历里，我们能学到很多重要的教训。首先，神喜悦那些在追求他时坚持不懈的人。雅各身上有2个特质特别让人敬佩，第一个就是他对属灵事物的敏锐感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当初雅各逃离哥哥以扫时，他在梦中看见那架通往天国的梯子，后来神让他回到故乡，他也听从了神的指引。雅各的第2个特质就是他的坚持，他对拉结的追求很坚持，为了娶拉结，他心甘情愿为拉班工作那么多年。而在与那人摔跤时，他又一次展现了这2种特质。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和神摔跤，所以不管身体多痛，都顽强的不肯放手，直到得到神的赐福。这份坚持和对属灵事物的敏锐，正是雅各信心的标志，最终也为他赢得了神的祝福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为了祝福而经历挣扎呢？其实不是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在这些挣扎中，我们能得到比一帆风顺时更多的祝福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是神主动来找雅各摔跤的，神才是这场摔跤的发起者。当时雅各正陷在巨大的焦虑中，他害怕面对多年未见的哥哥以扫，担心自己会被杀死。而这场摔跤正好把雅各从恐惧的迷雾中拉了出来，迫使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神身上。我猜雅各一开始可能并不想参与这场摔跤，他说不定还会祷告说，神，快把这个人赶走，我现在已经够烦恼够焦虑了，真的不需要再添乱了。
可随着摔跤的进行，雅各慢慢明白了，这场看似麻烦的斗争正是神要赐福给他的方式。通过这场摔跤，雅各不仅直面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，还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属灵祝福。这场属灵争斗不仅帮雅各重新定位了他和神的关系，还让他在挣扎中找到了真正的力量和信心。各位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？有时候我们最不想面对的事情，最头疼的难处，偏偏就是神要借着这些事和我们对话的方式。没有人愿意带着疾病或痛苦生活，可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对神的依赖而不是对自己的依赖，这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。就像太阳升起时，雅各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，他身上带着新的伤痛，可同时也拥有了新的身份、新的名字，还有和神更加亲密的关系。有时候我们渴望神的安慰，神却可能用我们意想不到甚至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把安慰带给我们。如果有必要，神甚至会像对待雅各那样让我们瘸着走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。神让雅各受了伤，这让雅各在面对以扫时变得更加脆弱，也迫使他完全依靠神，而不是在靠自己的小聪明。同样，如果我们需要，神也可能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痛苦，借着这些痛苦增强我们的信心，教导我们更深的信靠他。这些经历虽然会让我们难受眼，可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更坚定地依靠神的力量。最终雅各做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，他直面自己的失败、自己的弱点、自己的罪过，还有所有让他痛苦的事情，并且在神面前坦诚地把这一切交托出来。雅各整夜都在和神摔跤，直到他与神和解，直到他明白自己没有神的帮助就无法继续前行，这时候他才得到了神的祝福，神亲自赐福给了雅各。这个非凡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生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，尤其是当我们试图抗拒神的旨意时，日子会更艰难。而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，恰恰是我们最需要放下自我，完全依赖神的时刻。只有这样做，我们才能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和力量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雅各和以扫见面的场景。雅各抬头看见以扫带着400人朝自己走来，他心里肯定很紧张。雅各赶紧把孩子们分给利亚、拉结和2个婢女，还特意安排让婢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最前面，利亚和他的孩子跟在后面，拉结和约瑟走在最后，而雅各自己则走在最前面，对着哥哥以扫一连弯腰7次敬礼，表达自己的谦卑和歉意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以扫看到雅各后立刻跑上前去迎接他，还紧紧拥抱雅各，搂住他的脖子。2个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接着以扫抬头看见雅各身边的妇女和孩子，就问雅各，这些和你一起来的是谁呀？雅各回答说，这些都是神恩赐给你仆人们的孩子们。之后婢女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先过来向以扫鞠躬致敬，接着是利亚和他的孩子们也过来向以扫鞠躬，最后是约瑟和拉结，他们也上前向以扫行礼。以扫又问雅各，我刚才看见的那些羊群和牛群是怎么回事啊？雅各回答说，这些是我为了在我主眼前求得恩典刻意带来的礼物。可雅各却笑着说，我的兄弟，我已经有很多财产了，这些你自己留着吧。雅各却坚持说，不，如果我能在你眼前蒙恩，就请你一定要收下这份礼物，因为能见到你的面对我来说就像见到神的面一样宝贵。现在你愿意接纳我，我已经很欢喜了，请你一定要收下我带来的礼物，因为神已经赐福给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。在雅各的一再坚持下，以扫最终还是接上了他的礼物。雅各和以扫见面后，不仅没有被以扫杀死，反而得到了哥哥的拥抱和喜悦的泪水。以扫选择和雅各和解，雅各的生命也因此得以保全。其实大家能看出来，以扫一开始拒绝雅各的礼物，是因为他真正想要的不是那些财物，而是和兄弟重新和睦相处的关系。今天当我们梳理完雅各与以扫的故事，便会明白，上帝从未对雅各有偏爱。所谓偏爱的误解，源于我们对好的定义与上帝的定义不同。我们常以人的行为是否犯错来评判好与坏，但上帝看的是人心是对他有回应，是轻慢属灵福分。
还是渴慕他的应许？是随波逐流满足肉体需求，还是在软弱中仍愿回转归向他？以扫并非没有机会持守属灵的福分，他作为长子，本可拥有神所预备的产业与应许，却因一时的饥饿对肉体享受的看重，主动放弃了长子名分。之后也为对自己的选择有过悔改与反思。他的不好不在于是否说谎，而在于对神所定的属灵次序毫无敬畏，将永恒的应许看得比一碗红豆汤还轻。雅各的好也绝非因他的欺骗行为，而是他内心深处对神应许的渴慕。即便最初用错了方式，即便在逃亡中经历苦难，他仍未丢弃对神的寻求。从伯特利的异梦看见神的同在，到与神摔跤时坚持要得赐福，再到面对以扫时放下自我谦卑悔改，雅各的生命轨迹清晰的显明。他虽有过错，却始终在向神靠近，愿意在神的带领下修正自己的道路。上帝从未纵容雅各的谎言。雅各后来经历的一切，被拉班欺骗20年，归乡前的恐惧与神摔跤时的伤痛，都是上帝对他的雕琢，让他从靠自己抓夺的雅各变成了靠神得胜的以色列。这不是偏爱，而是上帝对每一个愿意寻求他之人的恩典。他不丢弃犯错的人，却也不轻判人对属灵事物的态度。他按自己的计划拣选，却也给人自由意志，让人在选择中显明对他的心意。如今我们看待这段故事，更该反思自己是否像以扫一样，轻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应许，为了眼前的满足放弃属灵的追求，还是像雅各一样，即便有软弱过错，仍愿渴慕神，跟随神，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雕琢。上帝的心意从未改变，他不看我们的完美，只看我们是否愿意将心归给他。这便是偏爱背后最真实的真相，也是雅各与以扫命运分野的核心所在。